多謝收睇《逆男逆女》旅行個女。今集同大家一齊睇下美國南部嘅一個城市新奧爾良。新奧爾良咧有兩樣嘢係令我羨慕嘅，一個係爵士音樂，另一個咧就係當地嘅法國文化。如果去過加拿大魁北克一個法語嘅地區，新奧爾良咧就好似講英文嘅魁北克啦。咁根據Google 網上嘅推薦咧，新奧爾良嘅密西西比河岸、傑克遜廣場、聖路易斯大教堂、法國區 French Quarter 同埋二次博物館都係值得一睇嘅地方。我哋認識一個新城市，通常都係由佢嘅機場或者車站開始。如果再唔係呢，就睇下佢嘅廁所。新奧爾良個機場呢就好大。但係喺 security check 即係安全檢查外邊呢，係冇餐廳，就得一間小賣部嘅啫。咁另一個印象呢，就係佢個廁所板嘅 cover 呢係可以自動更換嘅。咁啊，俾我個印象呢，都係似翻個現代化嘅城市。我哋呢，就喺新奧爾良沿住密西西比河岸，圍住嗰傑克遜廣場、聖路易斯大教堂、波旁街轉咗一圈。我哋而家睇到嘅呢，就係密西西比河岸嘅一部分啦。呢條河呢，好長，有成6000幾公里，係世界上第4長嘅河流，佔美國全部河流嘅40%。佢個闊度呢，成半英里。我哋而家企喺堤壩上，最初呢，呢個堤壩呢，得1英尺高嘅啫，係自然形成嘅。咁啊，後嚟就加高咗。係呢個位置呢，就係拍攝密西西比河同埋廣場嘅最好嘅地方。其實呢，新奧爾良有成半地方呢都喺海平面之下嘅，就有啲似荷蘭，靠嘅呢就係周圍嘅堤壩保護嘅啫。咁最令人難忘嘅呢，就係2005年8月呢嗰個颱風啦，就 Katrina 卡特里娜，佢將成個城市呢變成澤國。今次我哋嚟到呢度呢，啱啱喺一個颱風之後。所以咧，我哋見到街上咧，仲仍然有好多防洪嘅設施咧，就未曾拆除嘅。咁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咧？就好多年前，新奧爾良嘅中產咧，就慢慢咧就搬離個市區，就去到外圍嗰啲郊區嗰度居住。咁而家市區咧，就除咗商業中心之外咧，好多地方咧變咗低收入嘅住宅區啦。我哋喺河岸走落嚟咧，就係傑克遜廣場，Jackson Square。呢個地方睇大教堂呢，就好似迪士尼咁啦。廣場呢係位於法國區同埋河岸嘅交匯處，係旅遊嘅必到景點。佢喺1960年嗰陣時呢，就被宣佈為國家歷史嘅地標。廣場上呢，仲有第7任總統傑克遜將軍嘅塑像。廣場係用佢個名去命名啦。咁佢同時咧，亦都係美國喺第2次獨立戰爭中新奧爾良戰役嘅英雄。咁有人講咧，新奧爾良咧曾經出過美國總統，咁都錯唔晒嘅。呢個安德魯傑克遜同我之前視頻另一個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咧，唔係同一個時代人咯。傑弗遜戴維斯咧就係南北戰爭中南方嘅聯盟國總統。而安德魯傑克遜咧就係第2次獨立戰爭美國喺新奧爾良呢邊指揮嘅美國將軍。當時咧就美英戰爭係最後一戰噶啦。咁啊呢個戰爭好有趣，我留翻喺片尾先再介紹。廣場旁邊咧就係聖路易主教座堂啦。咁佢係天主教新奧爾良教區嘅主教座堂，就係美國最古老嘅教堂。美國雖然有200幾年歷史啫，但係教堂有成300年歷史。呢個地點呢，就第一座教堂呢，就係1718年建嘅，咁就1850年就大幅改建。聖路易主教堂呢，曾經係法國區嘅中心，而法國區呢，曾經係新奧爾良嘅中心。咁啊時勢亦咧，而家就變咗旅遊勝地啦。沿途咧有好多做旅遊生意嘅商店啊、餐館啊咁㗎。
正當我哋準備行入教堂嗰陣時咧，就俾一個音樂咧就吸引住。原來咧有一隊人馬好似遊行咁，行近一睇，原來係吉卜賽人結婚嘅樂隊同埋馬車。咁有人咧就吹打彈拉、搔首弄姿，揮舞就白色嘅手巾。我剪咗30秒到嘅原聲帶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個勁歌熱舞嘅。新娘新郎同埋嗰啲親朋戚友咧，喺教堂之前咧就勁歌熱舞一番之後咧就散 band 啦。咁嘅婚禮咧都開生面嘅，因為吉卜賽人咧就唔準同外族通婚，所以咧我哋係唔可以用我哋嘅準則去評論佢哋嘅婚嫁儀式嘅。睇完新娘新郎嘅勁曲熱舞之後咧，我哋就去咗法國區旁邊嘅波旁街。佢係新奧爾良最古老嘅地區。有成300年，佢仍然係一個充滿活力嘅地區。波旁街個名咧係紀念法國嘅波旁王朝嘅。咁其實佢有好多古仔，包括法國大革命啦。但係今日我哋咧就淨係睇條街講法國大革命。呢條街有好多酒吧、餐廳啊、脫衣舞嘅俱樂部啊、T 恤賣 T 恤嘅商店啊、等等。咁我哋本來咧就想試下一間咧就波旁熱巴嘅，但係入到去嗰個 courtyard 咧就有啲格格不入嘅感覺。咁後嚟咧就去咗同一條街嘅另外一家賣原味正宗新奧爾良炸雞嘅店鋪。雞翼就好正，但係店咧就太過古舊啦，300年嘅屋如果唔加以維護咧，就真係咁樣嘅。影片後邊咧就我哋係喺新奧爾良舊嘅市中心行去新嘅市中心拍低嘅，咁就我哋利用呢度少少時間咧就講翻之前嗰個傑克遜廣場啦。美國咧第一次獨立戰爭咧又叫革命戰爭，喺1783年咧佢打贏咗，美國打贏咗。第二次獨立戰爭咧係美國趁英國嗰陣時咧就同法國喺歐洲戰場打仗。得閒咁佢咧就攻打當時仲係英國殖民地嘅加拿大，點知咧就俾英國打翻轉頭。就其實早喺1814年聖誕前咧，就英國同美國咧已經講掂數，就簽咗和約㗎啦。咁但係由於咧受到當時通訊條件嘅影響咧，美英雙方嘅前線部隊係收唔到料。咁有啲似香港社團大佬喺酒樓裏邊已經傾掂晒，搭晒膊頭揸晒爬，但係下邊啲僆都收唔到消息，仲喺度打生打死咁樣。1814年底咧，新奧爾良戰役嗰度咧，就英軍方面個指揮官咧就係柏肯漢爵士。呢個爵士其實咧好有作戰經驗嘅，但係佢個手下咧就認為新奧爾良嗰啲守軍不過係烏合之眾啫，英軍大炮一響佢哋就散水㗎啦。美國方面個指揮官咧就係呢位傑克遜將軍啦，就係喺公園有個銅像嘅呢個。日後咧佢就成為咗美國第7任總統喎。咁當時咧英軍無論喺數量啊、武器裝備啊同埋戰鬥經驗咧都係處於優勢嘅，而美軍咧就倉促應戰。咁但係咧喺個傑克遜將軍指揮之下咧，就最終美軍咧就以300人傷亡嘅數字咧就取得咗大嘅勝利，英軍咧就死傷成2000人。
新奧爾良戰役嘅意義咧，有啲似二戰之中列寧格勒嘅保衛戰，佢扭轉咗英軍當時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嘅形象。因為嗰年咧，英軍喺8月份咧就攻佔咗美國首都華盛頓，就燒埋個白宮添，所以好多人咧都唔睇好美軍呢邊咧係守得住新奧爾良。加上守衛新奧爾良嗰個軍隊咧，大多都係臨時拉夫、散兵游勇。但喺傑克遜將軍指揮底下咧，佢以弱勝強，戰勝咗當時全世界最強大嘅軍隊英軍，咁重建咗美國人嘅信心。咁呢場戰役咧，使美國民眾咧就愛國熱情高漲。佢成場仗喺1812年到佢結束打完呢個新奧爾良咧，就被稱之為第2次獨立戰爭。咁呢次戰爭咧，亦都導致咗當時反戰嘅聯邦黨喺美國政壇消失，亦都對嗰個製造業咧有個巨大嘅影響，因為英國對美國咧當時係經濟封鎖嘅。但係咧，美國就因此就產生咗本土嘅製造業。有一部電影咧《大海賊》咧講嘅咧就係呢個新奧爾良嘅戰役啦。公園頂部嘅炮台嘅銘牌上邊寫住咧，就呢門加農炮係由1838年喺新奧爾良成立嘅華盛頓大炮公司製造。紀念碑咧係為咗紀念路易斯安那州嘅國民警衛隊嘅第141嘅野戰炮兵，又稱華盛頓炮兵。但係咧，呢個華盛頓同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咧唔係同一個人嚟嘅。美國喺2次獨立戰爭中咧都得到法國好大支持去對抗英國。新奧爾良當時咧係法國同美國貿易嘅一大港口，所以而家我哋明白點解新奧爾良有咁多嘅法國文化啦。多謝收睇，請大家訂閱、點讚、留言，最好就撳埋個鐘仔添。拜拜。